目前，缅甸掸邦、克伦邦、克耶邦、钦邦、若开邦等地都爆发不同程度的战事。战事下，众多民众无家可归，沦为难民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在黑暗的石洞中简易地搭建雨棚，这就成为他们暂时的家。这儿有老人、小孩蜷缩在内，眼神空洞无光，因石洞较为狭窄，无法容纳更多的人。部分难民就在石洞附近用雨棚搭建简易窝棚。这里距离掸邦南部西胜镇仅4英里远，位于西胜镇东部一座山的山脚。2024年1月23日开始，军伍之间爆发战事，部分难民只能逃到这里生活。这里有从其他地区前来避难的200多名难民，以及附近村庄的难民，累计有500多人。他们匆忙出逃避难的时候，无法拿更多的大米、油盐等食物，也无法拿毯子和个人生活用品。在这里避难2个多月的时间，几乎耗空他们所有的食品。一名帮助难民分发食物的人称，没有食物，他们就在山林内找野菜吃，只能这样维持生活了。且因为爱心人士无法来到这为难民提供帮助，难民只能骑乘摩托车到距离山洞有1小时左右路程的地方取水。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难民们的处境更加的困难，没有药品，没有食物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随着缅甸的政治动荡，边境城镇美索成为了逃亡者的庇护所，他们在这里寻求安全，躲避战争的阴影。一些流亡者在这个小镇上建立了他们的临时家园，尽管简陋，却给予了他们一份温暖和自由感。在这里，他们不再担心被征兵，被迫参加战斗，而是可以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。然而，美索的安全屋并非永久之地，在战争的激荡中，他们仍面临着被捕、被驱逐出境的风险，但他们没有后悔选择离开家园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缅甸的动荡中，留在家里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危险。美索的街头充满了流离失所者的身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在寻找一丝安全和尊严。在这个小镇上，人们互相扶持，共同面对着未知的未来。虽然生活艰难，但他们仍保持着对自由和正义的信念。与此同时，国际社会需要意识到缅甸局势的严重性，采取行动保护流离失所者的权利和安全。解决方案的关键是解决罗兴亚问题。一共产生了多少的难民呢？这些难民最后都怎么解决的呢？去年，果敢同盟军为首的3兄弟联盟高举着打击电诈的大旗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1027行动。这让很多国内的网民第一次了解到缅甸复杂的内部冲突。本次冲突的起因是2021年，缅甸军方悍然发动了军事政变，推翻了民选政府，并软禁了民选政府的多位首脑。随后，便激起了国内民众以及不少民族武装的公开反抗。因此，这次冲突也被称为是2021缅甸内战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，自从2021年缅甸政变以来，共有95600名难民逃亡到邻国，而邻国已积累共130万的缅甸难民寻求庇护。这个130万是目前在邻国的所有缅甸难民总数，而95600名是2021年以来新增的。自从缅甸独立以后，国内就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冲突。到目前为止，
已经长达76年了。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，武装冲突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，以至于到底产生了多少难民，已经很难去统计了。这些难民在这几十年内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周边国家，再从周边国家扩散到更远的国家，甚至在遥远的欧洲都存在缅甸难民。此外，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，截至2023年10月2日，缅甸境内至少还有190万人流离失所。这里说的是流离失所人数，和难民又是不同的概念了。所以说，你在缅甸国内再怎么惨，再怎么无家可归，都只能算是流离失所者，不能算是难民。只有你拼命跑到了其他国家，才能算作难民。这么看来，这130万难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，至少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其他国家。而留在国内的那些流离失所者，要么被各方势力强行掠夺，要么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另外，根据缅甸人道主义协调厅的估计，目前至少有1/3的人口，也就是1860万人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。所以说，当难民很惨，没当上难民的有可能会更惨。缅甸的现实就是这么的狗血。缅甸的难民主要流向了4个国家，分别是孟加拉国、泰国、印度和马来西亚。除此之外，也有少量的难民流向了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。孟加拉国的难民数量是最多的，因为这里的主要难民就是罗兴亚人。罗兴亚问题是世界级难题。当年这些孟加拉穆斯林跟随着英国殖民者来到了缅甸，随后和本地的佛教徒产生了剧烈的冲突，甚至在2战期间，双方结下了数十万人死亡的血海深仇。当缅甸独立后，缅甸就开始了有计划的驱逐罗兴亚人，而孟加拉国因为人的矛盾、种族冲突等巨大风险，也不愿意接收罗兴亚人，于是就形成了目前这种互相驱逐、两头嫌弃的局面。后来，在国际力量的努力下，孟加拉国将边境考克斯巴扎尔区的2个镇划为了难民营，为逃离缅甸的罗兴亚难民提供居所。自从1991年开始投入使用以来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罗兴亚难民逃到这里。目前，考克斯巴扎尔区难民营已经居住着超过92万罗兴亚人，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，而整个难民营的面积仅为20平方公里左右。2019年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报告，罗兴亚难民营里面大约有1/3的人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每天坐等国际援助，这可能就是罗兴亚人的日常。孟加拉国对这些罗兴亚人基本上采取的就是严防死守，不允许这些人融入到社会，只允许他们在难民营里面生活。而由于人口拥挤，生存环境恶劣，营地内滋生了大量的犯罪。除了孟加拉国以外，还有不少罗兴亚人逃往了印度和马来西亚。目前，印度大约有7万9千名缅甸难民，马来西亚大约有16万4千名缅甸难民，其中主要是罗兴亚人和亲族人，也有其他受迫害的族裔。在印度，这些难民主要居住在印度东北边境的米佐拉姆邦以及曼尼普尔邦，而在马来西亚，这些难民主要居住在吉隆坡、
槟城以及吉打。相对来说，印度和马来西亚还是比较容忍缅甸难民的，并没有给他们设置专门的难民营，允许他们自由生活。但是，由于印度和马来西亚都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，所以他们并不承认缅甸难民的身份。既然没有难民身份，就自然而然的不能享受到任何人道主义援助，而且联合国难民署也没办法获取到真实的难民情况，而缅甸又剥夺了这些人的公民身份，使他们成为了无国籍者，所以他们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基本上都是黑户。马来西亚也没好到哪里去，缅甸难民在这里几乎都是社会的最底层，干着最辛苦且没有任何保障的工作，赚着最少的钱，还需要忍受社会的压迫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泰国就在泰缅边境沿线建设了9个官方难民营，目前总共收容了大约12万缅甸难民。其中最大的一个难民营叫做梅拉难民营，大约承载了9万多难民。这里的难民主要是克伦族和克耶族，尤其是2021缅甸政变之后，更多的两族人前往泰国难民营寻求庇护。泰国难民营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区域，但其实并不只限制难民进出营地，只不过他们工作的可选择性有限，并且被禁止投票、出省旅行和购买土地。和印度、马来西亚不同，泰国是签署了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的，所以这里的难民营以及难民管理相对来说更正规一点。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，叫做禁止驱回，也就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难民回国之后将会面临重大危险，那就不能把他驱回或者遣返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条，在法理上保证了这些难民，只要缅甸一天没和平发展，他们就可以一直待在泰国。现在想想，南方的某个城市有不少非法入境的黑人滞留，无法把他们驱逐回去，这条公约可能也是原因之一。此外，泰国难民营还有一项重大福利，那就是这些难民可以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，再从中筛选资格，然后被重新安置到第三国。截止目前，已经有10万人左右被重新安置，这些人75%前往了美国，其次是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芬兰和挪威。当然，这样的福利也不多见，都是多方争取下的结果。即使如此，对于这些难民来说，也是天大的机会了。相信这些人最终在发达国家做什么，一定会比留在缅甸好上千百倍了。从上面的介绍，大家大致也了解这些难民在不同国家的处境了。在孟加拉国，难民完全是被圈养了起来，不让他们进出，也不给他们教育和工作的机会，完全就是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。当年英国前首相去慰问过难民营，也曾谴责了缅甸和孟加拉国，这90多万难民依然挤在狭小的营地内生活。现在也许已经诞生了第3代难民，这些难民自己是难民，子孙是难民，生生世世都是难民，不知道何时看到任何希望。另一方面，在印度和马来西亚，难民就是黑户，是社会的最底层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去改变身份，
除非是有天大的机遇，他们的孩子不出意外，也许永远没有户口。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，非马来西亚国籍，即使在马来西亚出生，也不能获得马来西亚国籍。而印度虽然有规定，出生在印度就能拿到印度国籍，但是莫迪政府出了一项新规，把罗兴亚人排除了出去。在泰国，条件相对来说好一点点，最大的特殊福利就是有机会重新安置到第三方国家。当然，泰国本国也为难民提供了公民认证通道，但是认证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。泰国法律规定，在泰国出生的儿童可以直接授予公民身份，但申请人必须出示出生证明、父母的身份证件，并让村长证明他们是社区成员。据报道，有位缅甸难民花了2个月的时间，跑了7、8次村办公室，每次都需要填写近50页的材料，才仅仅办理了出生证明。可见认证的难度有多大了。在这个充满黑暗和困苦的世界里，难民们正默默地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无助。他们失去了家园，失去了安全，却依然怀揣着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未来的信念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对这些苦难的人们视而不见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在黑暗中孤独地挣扎。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，我们有责任关注并解决难民问题。我们应该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难民的援助和支持力度，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庇护所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重建新的生活。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，为难民发声，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关注和关怀。无论是政府、非政府组织，还是普通民众，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难民，为他们提供援助和支持。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合作，我们才能为难民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安全的未来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呼吁关注难民问题，为每一个流离失所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，让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关爱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和幸福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各位朋友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再会。